我是2016年登陆到了多伦多的，就是让自己一辈子也当2辈子来过吧，增加一些见识，让自己到一种这种陌生的地方去，感受不同的文化，就这么一个目的，很简单就出来了。开始来的时候肯定是不太习惯的，因为感觉落差挺大的。就是现在中国毕竟比较繁华嘛，生活也比较便捷，包括交通工具啊这些。然后来到这里，就觉得这个好像感觉上像个大农村一样的，落差还是蛮大的。但是待了一段时间呢，就慢慢的就习惯了，觉得这边蛮宁静的，然后生态比较好，然后大自然与这个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和谐。让我觉得非常的感觉非常好吧。我原来在国内我做过普洱茶集团的总代理，因为当时原来是在政府里面任这个事业单位的文职嘛，后来觉得就是有一个机会的话，就觉得普洱茶集团在招这个云南总代理，但是想也没想就下海经商了，然后从开始一片茶都卖不出去，后来就到了这个在半年时间在昆明开了11家连锁店。然后蝉联3年的销售冠军，然后就做普洱茶。然后后来呢，因为一直心中特别喜欢画国画嘛，也拜师学艺。后来觉得要回报老师最大的方法，可能就是举办一次个人画展。所以后来在2012年，我在这个昆明市的图书馆，我举办了个人画展。后来到加拿大以后呢，还是以绘画为主，因为在这边我感觉大家对文化人的这种包容和尊重度，让我觉得非常适合，而且加拿大的整个环境也特别安静，景色也非常非常的美，让我更有心去创作很多东西，会有这种激情去创作吧。在加拿大来的时候呢，因为我们人生地不熟嘛，就是想以文化会友。所以当时呢，就我在报纸上看到就比如说有画展啊之类的，我就去参加这些画展，想通过这些画展呢多认识一些当地的这些艺术家，但是就觉得特别震动。我觉得在海外有这么一批人自掏经费，然后自己去举办这么一个这种文化交流活动，但是邀请的都是国内非常大咖级的人物，这些专家来这边办展，我觉得真的是一种近乎于宗教式的那种对中国文化传承的一种信仰，让我非常感动。后来我就加入到他们，慢慢的就从一个普通的会员可能就变成了副会长，后来就担任了会长工作。我们在这边就举办了好多次这种就是文化艺术交流活动，然后包括还在这边我还举办了大概30多场这种艺术讲座吧，因为在疫情期间大家也不能面对面的去交流，只能透过 Zoom 在上面线上做讲座，所以我组织安排了大概30多场这个艺术讲座，做了很多这种推动工作，我觉得特别有收获，对自己来说也是自己的一种学习力的提升，让自己这几年真的是进步特别快，学到很多知识。所以就是包括新人他也看得懂我的画，这是我最让我开心的。我就心里面想，云南也是我的家乡，我很多画都是以云南的风土人情为这个创作元素的。茶马古道它是作为中国大西南地区，它是一条就是民间的商贸通道，通过用马班的方式把这个茶叶啊农作品运输到国外。像以前我们去这个地方吧，开车我就觉得路上的坎坷不平，就让你花费很大的时间。现在好像觉得动车一开，几百公里很快就到了。就是走了一段茶马古道，在漾濞县那个地方，走了一段，觉得那个老路那种非常有厚重的历史感，感觉这个日新月异，就在这个构图就在脑海里面。加拿大也是我的第2故乡，我也特别爱这边的这个风土人情，所以其实我画的那部分作品，就是两边的作品，风土人情都有。来了多伦多就感觉好像有一种使命感，就是要想把中国的文化瑰宝去传承，能够举办更多的这种中加文化的交流活动，能够让中国的艺术品包括我们的刺绣啊，还有我们的这些景泰蓝啊、漆雕啊，更多的来到这个加拿大，让更多的人去了解、分享。所以我在这边，我觉得就是希望收更多的学生吧，让更多的人去喜欢爱国画艺术。然后呢，我也希望就是更多的人能够了解中国的文化，
我希望孩子们能够从小就提高眼界，然后能够欣赏到一些高质量的作品。我就一直有一种梦想，就是想把咱们中国画这种能够放到这边的真正的这种博物馆去，让它能够真正的能够匹配他们的艺术价值。